這佛像每天在流血，從額頭到後背都不斷往外滲，這血越滲越多，看着嚇人。他們把佛像放在太陽下，用攝像機对着，這血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滲了出来。佛像裡面看來有東西啊，用榔頭一敲，裡面發出的聲音更讓大家確信，佛像裡面絕對裝滿了東西。佛像是別人送他的，剛開始就額頭上有一點點液體，大媽也沒多想，順手就給他洗掉了。但他萬萬沒想到，接下來佛像全身都開始滲血，才明白過來這佛像不對勁。大媽這下徹底慌了神，因為聽說佛像流血淚必有大災，在記者的幫助下找到了木雕師傅。師傅捧着佛像左看右看，也懵了，說從來沒見過會流血的雕像，感覺這更像是一種詛咒。這下大媽更慌了，最後實在沒辦法了，大家找到專家對佛像进行取樣檢測，結果顯示佛像表面有很多細小的孔洞，滲出的粘稠液體其實是樹枝，也就是說這佛像就是用一整塊松樹树枝做成的，而且裡面也沒有干透，所以才会一直滲出紅色的樹枝。听到這裡，大媽終於鬆了一口氣。這是一種比鯡魚罐頭還要臭的食物，一般人聞一下就會吐，他們卻愛到不行，平時呢都捨不得吃，只有招待客人的時候才會拿出來。記者嘗了一口，反應非常真實。這種食物就是醃海雀。要制作這種美食，第一步先抓海雀。這個半山腰就有大量的海雀，一對父子穿上淺色衣服，埋伏在岩石中，等待合適的機會。他們的工具就是一張網，這就是他們傳統的狩獵方式。等海雀靠近，直接用大網一摟，就能輕鬆捕獲一只海雀，沒一會兒就收穫了上百只。現在呢，海雀有了，要完成這道美食，還需要一張海豹皮。海雀不需要任何處理，直接帶毛往海豹肚子裡裝，大約能裝100多只。裝滿後再排出裡面的空氣，把海豹肚子縫合起來，縫合口均匀塗上海豹油脂，防止长蛆。然後呢，把它埋在岩石下面，不留任何间隙。接下來經過6個月的發酵，就形成了著名的醃海雀。取出來可以看到，海雀保存得非常完整，看着很新鮮。不過呢，味道實在讓人上頭。他們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嘗。拿出來的海雀直接拔毛，從拔毛的輕鬆程度就可以判斷海雀是否已經發酵成功。拔毛後，對着屁股猛吸一口，把已經發酵腐化的內臟通通吸出來，一股濃湯下肚，鹹味加腥味再加納豆混合下水道的味道，他們卻吃得津津有味，滿滿的幸福感，越吸越上癮，根本停不下來。他們甚至還說吃起來有點甜，記者忍不住嘗了嘗，說還可以接受，不是很臭。不過呢，在缺少蔬菜的情況下，醃海雀確實給他們提供了大量蛋白質和維生素，這就是因紐特人獨特的飲食習慣。男孩的身體是個吸鐵石，把鐵勺往身上輕輕一放，瞬間就吸了上去，最多可以同時吸5個叉子，硬幣也不在話下。這些東西就像被粘在他身上一樣，非常牢固。他不僅能吸鐵，手機也可以完美吸附，甚至連陶瓷盤子都可以。而且當他生氣的時候，吸力會變得更強，能吸住更多的東西。這個特異功能是在他吃飯時偶然發現的。媽媽看到大為震驚，帶他去醫院檢查，卻沒有發現任何異常。和他一樣身體有磁力的，還有下面這個男孩，他的超能力是奶奶發現的，往他身上丟硬幣，硬幣根本不會掉，牢牢地吸在身上。他不僅能吸勺子、硬幣、手機，什麼平底鍋、電熨斗、手風琴都可以輕輕鬆鬆吸到身上，最多能吸50斤的鐵盤子。奶奶說他的磁力還可以治病，有一次就治好了鄰居的頭痛，鄰居對他的絕技稱讚不已，但他說每次施展魔力後都會感覺很累，要休息幾天才能恢復能力。如今已經長大的他不僅變得更胖，磁力還變得更強，甚至還上了電視，給觀眾表演了胸口吸鐵鍋，觀眾都驚嘆不已。不過也有人質疑說，因為他肚子大，身體有弧度，東西其實是被他撐住的，那到底是磁力吸引還是被撐住的？最終呢也沒有個確定的結論。但下面這位大叔看了之後表示不服，大叔的身體有磁力，一次性可以吸85個勺子，連後背都可以吸起一個大鐵盆，不僅不會掉，還非常牢固。身體磁力最強的地方是胸部和腹部，胸口還可以吸各種水果蔬菜，小黄瓜輕輕放在胸前，立馬就吸上了。後來還嘗試吸手機、盤子、瓷磚、車鑰匙，都可以成功吸附。他說目前世界紀錄保持者可以在身上吸53個勺子，他第一次嘗試就吸了85個勺子，直接打破了世界紀錄。還說吸東西完全靠意念，要集中精力，然後把體內的能量轉移到胸口上。普通人這樣做也可以把勺子吸到身上。再後來他不滿足於吸小東西，開始嘗試大物件，汽車引擎蓋可以輕鬆吸附，茶几玻璃也沒問題，甚至連木頭門板都可以，轉圈也毫無壓力。他說自己完全掌握了這種能力，吸任何東西都像喝水一樣簡單，還可以把能量輸到全身，想讓哪個部位吸都可以，臉上也沒問題，自己可以隨意控制能力，只需要緊閉雙眼就可以開啟或關
關閉，讓它掉就會掉。但科學家們否認了他的說法，說他只是皮膚比較黏而已。如果在夏天1個星期不洗澡，效果更好。專家建議洗澡就好了。擁有這種超能力的還不止他們，下面這位大叔更誇張。大叔的身體能吸鐵，一次性可以吸100個勺子，四處走動，勺子也不會掉。他說腿上的磁力更強，走在路上都會把附近的小鐵釘吸到腿上，直接成了一塊行走的吸鐵石。小到鐵釘勺子，大到汽車引擎蓋，通通可以吸在身上，蓋子上還可以坐一個人。那他為啥會擁有這種超能力？真的是神奇。現在呢，他要升級挑戰，胸前繫上一個凳子，凳子上再坐個小伙子，還準備拉動一輛汽車。挑戰開始，汽車還真被他拉動了，但他並不打算停止挑戰，說以後準備拉火車和飛機。接着他還說出了自己是如何獲得超能力的。原來5年前遭遇了一次嚴重的電擊事故，沒想到搖身變成了一個人體吸鐵石，能夠吸附起任何東西。這種能力還會隨着年齡的增加而增強。這種現象讓科學家們感到迷惑，如果純粹憑身上的磁力就能吸起東西的話，那麼他們身上的磁力將是地球磁力的1000倍左右，這顯然是不可能的。科學家對他進行了全面測試，結果發現他身上压根沒有任何磁力，和普通人沒有區別。最後才發現他的皮膚能夠大量分泌一種粘性皮脂，這使得他的毛孔像吸盤一樣，所以才能吸住物體。科学家最後建議說，你也去洗澡吧。好了，我是月贝，關注我，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赏。半夜去廁所，馬桶裡總會出現沒有沖的尿，但主人每次上完廁所都會隨手沖馬桶，而且家裡就他一個人，這就很詭異了。房子呢還是租的，才住進來半年而已，當時的租金還很便宜。他懷疑自己住到了凶宅，難不成家裡真的有別的東西？主人現在怕得很，半夜都不敢上廁所，只能憋到天亮。天亮後來到廁所，又出現了沒有沖的尿，看尿的顏色，這東西啊還有點上火。主人決定豁出去了，在廁所安裝了監控，終於找到了罪魁禍首，竟然是他家的貓。貓难道會上廁所？主人說等他上廁所你就知道了。等了好久，貓咪都没有要上廁所的意思，倒是主人來了尿意，剛來到廁所，貓咪就跟了過來，直接跳上了馬桶，像人一樣蹲在那裡開始釋放，表情十分嚴肅。主人還說自己從來沒有訓練過它，那它為啥會在馬桶上廁所？專家說貓喜歡模仿主人的行為，如果你們關係很好，貓會表現得像人一樣，以此來得到更多喜愛，這樣一來就說得通了。小貓就是主人收養的流浪猫，之前主人上廁所，貓就會蹲在廁所裡仔細觀察，現在呢，如果廁所門關了，貓還會叫個不停。為了方便它上廁所，主人決定以後就不關廁所門了，如果它能出馬桶的話就更好了。无独有偶，下面這件靈異事件也和貓有關。它後背上竟然長了一個腦袋，還變得越來越大，摸起來呢軟軟的，感覺裡面好像有東西在動，但誰都不知道裡面到底是個什麼東西。然而醫生的一句話讓所有人大驚失色，直到最後把腦袋切開，才看清它的真面目。大叔說自從多了一個腦袋，感覺自己變聰明了很多，但常常感覺後背有蟲子亂鑽，手臂和脖子還經常會失去知覺，心裡呢會產生2種不同的聲音，分別控制自己，常常會產生邪惡的念頭。他怕以後無法控制自己，真的做出什麼不好的事，所以呢趕緊找到了醫生，來了個線上會診。當他把衣服脫掉，這東西的個頭屬實把醫生嚇了一跳。他說這東西已經長了23年，有一次呢在野外洗澡，過了沒幾天就長出了這東西，剛開始呢和葡萄差不多大小，慢慢就變成了這樣。會診過程中他突然開始胡言亂語，還奇怪的大笑，看着呢根本不受控制的樣子。醫生頓感不妙，懷疑是洗澡時感染了食腦蟲，當食腦蟲侵入體內會一點點啃食神經組織，患者就會出現頭痛、惡心、四肢麻木的症狀。由於腫塊緊靠着腦袋，醫生懷疑食腦蟲已經侵入了大腦，情緒控制相關的大腦區域已經受到了干擾，大叔才會出現幻覺、精神錯亂等症狀。一旦食腦蟲開始啃食視神經，那他將會有失明的可能。現在必須要盡快進行手術，看看這個腦袋裡到底有什麼。醫生還想問一些關鍵的信息，但大叔依然不停地胡言亂語。這時大叔的兒子走了過來，醫生趕緊讓兒子把他控制住，等大叔穩定下來後趕緊送來醫院。隔天大叔來到醫院進行手術，醫生經過細緻的計劃和準備，手術就開始了。把腦袋割開後，接着就流出了一坨白花花的東西，看着非常像奶油。不過還好，醫生並沒有發現食腦蟲，看起來只是普通的脂肪瘤而已。處理完畢，縫合傷口，慢慢的就可以康復了。這裡的女人體重不到200斤，根本嫁不出去，瘦子在這裡會被嘲笑，只有200斤以上的才能叫美女。村裡男人的夢想就是能娶上一個200斤的老婆。採訪過程中，男人們還說出了一個流傳千年的奇怪習俗，更加震驚了節目組。這4位就是當地的女神，一個比一個胖，追求者也是一個比一個多。他們是準備競選春花的，競選春花的標準要超過200斤，他們吃完飯就要稱體重。第一位體重210斤，剛剛及格；第二位體重268斤，還不錯；第三位體重284斤，很有競爭力。然而現在的春花表示不服，小心翼翼地站上體重計，生怕把體重計踩壞。果然，體重計在顯示428斤後直接黑屏。不過呢，他現在的地位還是很穩固的，在這裡只有200斤以上
上的才能叫美女，連這位18歲的少女體重都達到了218斤，因此還交到了男朋友，還說男朋友對自己愛到不行。出於好奇，節目組決定採訪村裡的男人，結果大家都說自己就喜歡胖的，越胖越愛，無法自拔，還說這種習俗已經傳承了千年，胖老婆能彰顯自己的成功，可以到處炫耀。他們這裡信奉一句話，老婆要娶胖胖的，生活才會旺旺的。採訪過程中，我們還看到了一對夫妻正在秀恩愛，男人在幫妻子摳頭皮屑，眼神中流露着對妻子的寵溺。接着我們又去了村裡有名的模範夫妻家裡，一進門就看到女人在睡覺，丈夫小心翼翼地把妻子叫醒，還貼心地給妻子塗抹爽身粉，防止起痱子。女人說結婚16年，丈夫一直都是這樣寵自己，感覺自己就像小公主一樣，還說自己結婚前瘦瘦巴巴的，一點都不好看。啥也別說了，直接上秤吧，294斤，果然是標準的美女身材。工作人員想要挑戰下，把300斤的小公主背起來，是種什麼體驗？結果呢，差點骨折。女人又向節目組展示了自己的衣服，看着異常肥大，女人卻說這是為了凸顯身材的緊身褲。接着呢，還穿了起來，看得出來確實很凸顯身材。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吃飯、睡覺、看電視，最常說的話就是飯做好了嗎？丈夫聽到就趕緊去做飯，說娶個老婆不容易，關鍵呢還娶了個這麼漂亮的，自己的老婆肯定要自己疼。女人拍着快餓扁的肚子，焦急地等待着。終於，丈夫端來了飯菜，直接端到了妻子面前，趕緊給妻子盛了一盆。妻子接過米飯，大口開造，不一會兒，一盆米飯就見了底，酒足飯飽，拍拍小肚腩，趕緊補個午覺。洗碗這種小事肯定是老公的，妻子只負責胖就行了。女人還告訴節目組自己保持身材的秘訣，那就是要多吃米飯，因為米飯屬於碳水化合物，可以很好的維持我們的身材。然後呢，就是吃完就睡。為了方便妻子出行，丈夫還貼心的打到了專屬座位，妻子艱難的爬上座位，沒成想油門踩到底，車子呢卻一動不動。丈夫把車推到平坦的路面，車子才勉強走了起來。在路上，老公洋洋得意，一直在炫耀自己的老婆。可以看到，村裡像他这樣的改裝摩托還有很多，一般呢都說明家裡有個200斤以上的老婆，這是身份的象徵，比開寶馬奔馳有面子。豪華一點的還會安裝個遮陽頂。節目組不禁感慨，難道村裡就沒有一個瘦子嗎？隨後在村裡找了半天，終於看到一個很瘦的女孩。女孩呢顯得很不自信，一打聽才知道至今沒交過男朋友，成了村裡為数不多的大齡剩女。一旁的父親都愁壞了，說只要嫁出去，不要彩禮，陪嫁100萬。即使這樣，仍然沒有人上門，為此他感到很自卑，可偏偏自己怎麼吃都吃不胖，為此呢還差點得抑鬱症。節目組當場做起了媒人，要給女孩介紹對象，把街邊的一個流浪漢拉了過來。流浪漢看到女孩後連連搖頭，說自己的理想型是胖胖的，說完直接轉身就走了。更讓女孩心裡不平衡的是，自己的閨蜜卻是個標準的美女，追求者眾多。這不，閨蜜剛回家，家門口就出現了3個追求者，其中一個已經追了2年。他們在門口蹲守半天，只為看閨蜜一眼。舔狗們和男孩們一直到深夜才離開，還說明天再來。看得出來，閨蜜也很享受這種眾星捧月的感覺。所以美的標準從來都不是唯一的，蘿蔔青菜各有所愛，自己喜歡最重要。他一覺醒來，發現被綁架到了一間密室。他大聲呼救，也沒有任何回應。牆上的攝像頭正在同步直播他的一舉一動。這時廣播裡傳來聲音，說了一些遊戲規則，最重要的規則就是禁止睡覺，任何企圖睡覺的行為都會被制止。廣播還說，出去的線索就在密室裡，密室裡只有一個凳子和水桶。他掀開水桶蓋，裡面全都是腐肉。沒辦法，為了能出去，強大的求生欲驅使他忍着惡臭在裡面一陣翻找，只找到了一個玩具娃娃。接着進來一個手拿電擊棒的蒙面人，把小麗電暈後綁在了椅子上，給他戴上了 VR 眼鏡。VR 裡播放着打撲克牌的畫面，還傳出刺耳的聲音，這讓他整晚無法睡覺。此時直播間人氣飆升，這難道就是傳說中的暗網嗎？第一天就這樣過去了。來到第二天早上，小麗被逼着回答一些變態的問題，回答不能讓他們滿意的話，就會被蒙面人用高壓水槍持續攻擊。蒙面人的目的就是為了讓小麗時刻處於高度緊張狀態。就這樣來到第3天，蒙面人又帶進來一個女人，讓他們2個玩搶答遊戲，答錯的話就會受到懲罰。小麗僥幸獲勝，新來的女人則被一槍爆頭。3天沒睡覺的小麗看到這一幕崩潰了，她完全不知道蒙面人的目的是什麼。隨後蒙面人給她戴上了 VR 眼鏡，漫長的煎熬又開始了。來到第4天，小麗已經變得有些精神恍惚了。4天沒睡覺沒吃飯的她都已經很難站立了。這時蒙面人送進來一些吃的，但是被鎖了起來。廣播裡說她只有1分鐘的時間。小麗不斷換鑰匙開鎖，終於打開了，接着狼吞虎咽起來。1分鐘時間到，小麗把飯吃了個精光。廣播裡又說大門的鑰匙就在那串鑰匙裡面，你其實可以用這1分鐘的時間打開大門逃走的。小麗又崩潰了，在這給我玩腦筋急轉彎呢。接着蒙面人又準備把她綁在椅子上，趁蒙面人不注意，小麗一個提膝放倒了她，撿起那串鑰匙衝向大門，試了幾次後終於打開了鎖，但緊接着被緩過來的蒙面人電暈了。時間來到第5天，5天沒有睡覺的小麗剛閉上眼睛就被刺耳的警報聲叫醒了。接着蒙面人推進來一個木箱，把小麗電暈後放了進來，接着封上蓋板，隨後又把3隻老鼠放了進去。這時廣
廣播裡又說話了，說老鼠已經餓了好幾天了，你們誰死誰活由你決定。一番掙扎過後，他咬死了3只大老鼠，老鼠估計也是第一次見到比貓還厲害的人。隨後蒙面人打開箱子，把小麗放了出來，為了防止她睡覺，再次給她戴上了 VR 眼鏡。來到第6天，一陣滴滴聲傳來，他循着声音在之前的玩具娃娃裡找到一部手機，這不好辦了嗎？他趕緊報警求助，警方讓他提供地址，但他根本不知道這是哪裡。突然電話就沒聲音了，原來是沒電了。此刻小麗真的崩潰了，6天沒有睡覺，她已經開始產生幻覺了，看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人。隨後她被綁在了手術台上，醫生破壞了她腦部的人臉識別中枢神經，小麗現在已經不能識別特定的人臉了，簡單來說也就是臉盲了。就這樣來到了第10天，小麗恍惚中看到对面坐着一個長相恐怖的男人，中間還放着一把錘子。恐懼中她拿起錘子，梆梆2錘把對方解決了。抬頭一看，密室大門居然打開了，別管有沒有陰謀，先逃出來再說。沒想到啊，她竟然跌跌撞撞的跑了出來，才發現這裡是荒廢很久的工廠。10天沒睡覺的她，最後還是倒在了回家的路上，還好被一對雙胞胎老大媽救了。但是畫面看着屬實詭異，最後在沒有詢問小麗家庭地址的情況下，竟然把她送回了家。其實這對雙胞胎也是蒙面人一夥的，小麗現在也還在遊戲中。回到家的小麗第一件事竟然先洗了個澡，不是應該先睡覺嗎？我覺得她還是不困。這時她聽到有人開門，她驚慌的拿起一把刀，躲在了牆後面。她現在已經不認識任何人了。等人靠近後，她從後面偷襲，猛刺幾刀，就把這人解決了。剛剛小麗殺人的畫面也正被蒙面人組織同步直播了。這時直播間管理員發送了一句話：實驗成功，直播結束。其實小麗殺的人正是自己的父親。之後小麗被帶到警局，經過醫生評估後被送進了精神病醫院。畫面一轉，一個中年婦女從這間密室醒來，直播又重新開啟。原來這個女人是一位俄羅斯高官的妻子。蒙面人組織之前刺殺過高官，但是失敗了，於是找到了這種方法，讓人連續10天不睡覺，再破壞他們人臉識別中樞神經，讓他們不認識身邊的人。小麗殺掉了自己的父親，證明了實驗的可行性。於是他們綁架高官的妻子，以同樣的方法想讓妻子殺掉高官。所有的一切都是為了謀殺高官。這個電影看得我真的好困，答應我看完這個視頻點個讚就睡覺吧。我是月貝，下期見。今天是個大工程，你這顆牙壞得非常嚴重，牙齒內部還不停地冒血，直到鑽開牙根管才發現情況遠比想象的更嚴重。醫生給你蒙上手術巾，開始了操作。按照慣例，麻藥是少不了的。等麻藥起效後，醫生開始用鑽頭去除腐质。可以看到，這顆牙已經壞到了牙神經，還引發了炎症。醫生剛把內部清理乾淨，血水就冒了出來。醫生決定給你進行根管治療，通俗點講就是殺神經。這應該是牙齒問題中最可怕的一種治療方式。聽到這裡，你已經緊張地握起了拳頭。為了讓你放鬆下來，首先呢就要重新打麻藥。醫生還特意把針頭掰彎了，緊靠着牙齒來一針，內部的神經也要來一針。現在呢需要用鑽頭打開牙髓腔。吹乾後可以看到根管已經完全暴露，接着醫生測量根管的深度，根據測量的深度來選擇長度合適的根管銼，來一點點刮除壞死的牙髓。依次把3個根管清理完畢後，還要使用消毒劑反復冲洗根管內部，防止後續再次發炎。牙髓處理乾淨後，醫生裝上小鑽頭，開始拓寬根管。經過幾個不同鑽頭的輪番操作，可以看到根管和剛開始相比已經擴大了很多。接着呢，插入3根類似棉籤的東西，對根管內部進行乾燥處理。接着呢，要使用牙膠尖來填充根管，牙膠尖要先裹上一層密封剂，這樣呢就可以完美填充牙根管，不會留下任何間隙。接着使用加热工具熔斷牙膠尖，依次對3個根管進行同樣的操作。接下來還要使用融化的牙膠，繼續填充根管頂部。這樣下來呢，根管部分就完全填充好了。接着對牙冠部分填充樹脂，最後安裝上人工牙冠，這樣呢就完成了複雜的根管治療。這下你又可以想吃什麼吃什麼了。
你不小心磕掉了半顆門牙，說話呢一直漏風，天天被同學嘲笑，都喊你豁子牙。你決定去做個修復，醫生呢也沒有讓你失望，最後的修復效果足以讓他們閉上臭嘴。不幸中的萬幸，你的門牙磕得不是很深，沒有傷到牙根和牙髓。如果非常嚴重的話，那就需要先做根管治療。但像你這種情況，直接進行光固化樹脂補牙即可。先在表面塗一層酸死劑，讓表面變得更加粗糙一些。沖洗吹乾後，塗上粘合劑，然後呢進行光照固化。接着醫生取來石膏模型，制作診斷蠟型。然後醫生系統的補牙操作就開始了。大家記住，如果牙齒不小心磕斷了，第一時間呢保存好磕斷的部分，趕緊去找牙醫進行一個修補，效果呢會更好。補完之後呢，醫生會用車針進行表面的打磨處理，最後呢再對牙齒進行拋光，表面就會變得更加光滑，看上去形態也比較美觀。最後呢取出排齦線，就大功告成了。這效果絕對能驚豔你的同學。不過呢以後不能啃太硬的東西，稍有不注意就有可能導致脫落，又變成了豁子牙。他把生牛肉當面膜，整張臉貼滿了新鮮牛肉，血水還不停地滴下來。用完的生牛肉也不浪費，直接吃掉。邊吃呢還邊笑，還說敷完後皮膚光滑有彈性。更誇張的是，敷完面膜後，他竟然用大骨湯洗臉，還必須用熬了12小時的牛骨湯。他說自己是乾性皮膚，骨湯裡有滿滿的膠原蛋白，對皮膚很好。最急的人是他妹妹，認為姐姐38歲的年紀看起來像18歲，容易引來非議。而且由於常年吃生肉，去醫院檢查後還發現身體竟發生了一個奇怪的變化，但他卻並不在意，反而變本加厲，讓記者也試一試牛肉面膜。從袋裡拿出新鮮牛肉，就往記者臉上塗，邊塗呢還邊問記者敢不敢動。記者嚇得直接不敢動。不一會兒，記者臉上都被覆滿了生肉，靜靜躺在沙發上感受效果。看到不停滲出來的血水，他卻忍不住流口水。敷完後直接扯下一塊塞進嘴裡，還說口感非常滑嫩爽口。他還推薦記者嘗一下。記者含着生肉遲遲不敢吃下去，他每天都要去買新鮮的生肉，檢查是否新鮮的方法就是直接生吃。店主露出了關懷智障的眼神，他卻並不在意別人的看法。確認新鮮後，直接買了一大袋，回家後簡單調個蘸料就可以開吃了。因為吃着也很費錢，他沒事就去餐廳打工，這樣還可以順便吃點餐桌上的剩肉。老闆看到後也不敢說什麼，畢竟敢吃生肉也是個狠人。等發工之後，他搖身一變又成了顧客，在自己的打工店繼續買生肉吃。雖然吃的是烤肉，但從來用不到烤盤。他這一天的工作收入才3萬塊，然而一頓就吃了8萬塊的生肉。這天他遇到了另一個喜歡吃生肉的人，兩人來到一肉店，開始了比拼。大媽拿起一片生豬肉，蘸點醬油就開造。大媽表示吃生肉還沒怕過誰，兩人很快就吃完了一盤豬肉。接下來兩人準備吃活魚，簡單處理一下，抱起來就啃，一口下去還會爆漿。不一會兒，整條魚只剩下了骨頭，兩人有一種相見恨晚的感覺，還約好以後要經常出來一起吃。但這樣生吃真的健康嗎？最後大家還是帶他來醫院檢查，結果在他腸道裡發現了一條長達1米的豬肉絛蟲，醫生及時為他進行了驅蟲，還告誡他為了健康千萬不要繼續生吃了。這個山洞會流血，暗紅色的液體瞬間就會把整個湖面染紅，水面聞起來還帶着一股血腥味兒。這種現象每月都會持續好幾天。更神奇的是，即使在寒冬臘月，湖水竟然是溫熱的。當時就有人猜測，洞裡可能藏着某種大型的生物，是這種生物流血了。這一琢磨，馬上就有年齡大的村民想起了當地一個傳說，說是在很久以前當地大旱，老百姓都快渴死了。有一個叫李昂的教書先生，在洞前找到了一眼神拳，用它救活了當地的老百姓。從那以後，李昂就化身成了一條龍，居住在洞裡。而每當有災難來臨，就會流出血淚。在山洞旁邊的神龍雕像，據說就是用來紀念李昂的。雖然在以前，村民對傳說都是半信半疑，畢竟呢，在這裡生活了大半輩子，從沒人見過真龍。可眼下看到跟血一樣的湖水，說不定洞裡真有一條龍存在，搞不好啊，還是一條母龍。就在大夥浮想聯翩的時候，現場又發生了一件更加驚人的事，洞裡竟然傳來了小孩的哭聲，這讓村民倍感不安，都認為要有災難來臨。不少人還在雕像前誠心跪拜，祈求神龍息怒。說來也奇怪，祭拜的
的人多了以後，血水就突然消失了，而且之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裡也沒聽說哪裡發生過大災。不過呢，還是有人不相信洞裡有龍，他們還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進洞裡一探究竟。隨着船漸漸靠近洞口，水的顏色也越來越深，慢慢就變成了深紅色。越往裡走，心裡越發毛，一路上小心翼翼，生怕驚動了怪物，但真是怕什麼來什麼。他們剛進入洞穴深處，就看到水面上突然閃過一個黑色影子，兩人嚇得落荒而逃。不久後，洞穴裡再次流出血水，關於洞穴的流言又傳開了，不少人言之鑿鑿，說這洞穴裡肯定有龍。眼看這事越來越離譜，當地政府看不下去了，請來了地質專家。說來也怪，專家來了之後，他居然就不流血了，沒有血水，只能先檢測一下湖水。檢測結果顯示，湖水中的鐵離子含量異常高。專家認為，既然湖水是從這洞裡流出來的，那就要去洞裡找原因。於是專家一行人坐船進入洞穴。隨着他們不斷深入，專家發現有一塊岩壁的顏色明顯發紅，與其他岩壁一對比，那就更顯眼了。用手在這塊岩壁上輕輕搓了搓，竟然把岩壁上的紅色物質搓了下來，而把紅色物質放入水中，清水立刻就变成了血水。專家研究了半天，說這個紅色物質就是氧化鐵，俗稱鐵鏽，這就是形成血水的真正原因。原來在洞穴附近有很多鐵礦，當地下水流過，就會把鐵一起帶走。一旦進入水中的鐵鏽增多，它就會出現流血水的奇觀，而水中的血腥味兒，其實呢就是鐵鏽的味道。每到凌晨3點50分，手機都會準時響起，而且手機會自己接聽電話。電話那頭一個女生一直重複說着我愛你。更奇怪的是，沒有任何通話記錄。剛開始呢，以為是手機有毛病，維修人員看了半天，卻說一切正常，這很不科學。而且手機號是自己新辦理的，除了家人，沒人知道。他們還說之前做過噩夢，夢裡的人說要把她帶走。現在聯想起來越想越怕，甚至得了恐慌症，渾身哆嗦，要吃藥才能入睡。這詭異的現象每天上演。大叔說感覺是被什麼東西纏上了，好像是鬼的惡作劇。節目組安裝了攝像機，第二天查看錄像，手機依舊自動接聽，電話那邊還是重複一句我愛你，依舊沒有通話記錄。工作人員也覺得不可思議，突然發現手機上方一直有鬧鐘的標誌，點開一看，設置的時間就是3點50。大叔皺着眉頭一臉無辜，我不記得定過鬧鐘啊，但就算是鬧鐘的声音也不應該是女生啊。工作人員點開鬧鐘鈴聲一聽，就是一直重複我愛你的女生語音，而且是錄制的通話聲音。工作人员認為這聲音就是大叔和妻子通話時錄下來的，聲音就是妻子的，因為錄制的声音会發生變化，所以沒有听出來，一切都是誤操作而已。下面小哥也遇到了類似的情況，每次經過這個天橋，他的車就會無緣無故的鳴笛，雙手根本沒按喇叭，來回多次驗證，每一次都鳴笛。晚上經過這裡，喇叭聲音還變得更大，然而其他車輛並沒有出現這種現象，這種情況只發生在小哥身上，這讓他感到害怕。有人說之前一對小情侶在天橋上吵架，男的錯手把女的推下了天橋，正好被一輛卡車撞到，當場死亡。撞人的就是這種貨車。聽完這句話，小哥當場就快嚇尿了。他的貨車就是剛買的二手車，買的時候很便宜，他還以為撿了個大漏，該不會撞死人的車就是這一輛吧？沒辦法，節目組找來專家認為是喇叭本身問題，換上了一套全新原廠喇叭後，再次開車經過這裡，喇叭還是響了起來。這就很奇怪了。他現在非常尷尬，前面堵車，正好停在天橋下面，喇叭一直響個不停，別人都以為他是傻子。專家又研究了半天，發現喇叭開關很靈敏，一些細微的電信號都會導致喇叭電路接通，初步推測可能是附近無線電干擾導致的。而且發現天橋上有類似避雷針的無線電裝置，用專業儀器測量，果然發現了很強的無線電信號，也就是這個信號導致了汽車鳴笛。那現在要做的就很簡單了，改裝整個喇叭系統就好了，解決了小哥的問題。下面這個大叔的車又遇到了新問題，每次開車經過這個收費站，導航就會離奇失靈，觸屏一點反應沒有，但是經過其他收費站卻一切正常，而且在對向車道經過這個收費站，導航工作很正常。大叔說回老家都是走這個高速，每次都會出現這種情況，持續了好幾年，好像有什麼東西試圖阻止他上高速。而且據他了解，這個收費站之前就是一片墓地越想越害怕，那會不會是這個車型的設計缺陷？節目組找來同款車型測試，開車經過這個收費站一切正常，專家猜測可能是收費站的無線電信號干擾到了導航，隨後用設備檢查附近的無線電信號，沒有任何發現，接着檢查了導航，也沒有任何問題。經過了解，大叔每次過收費站後都是直接右轉，專家決定這次在經過收費站後選擇直行的方向，看看有什麼反應。沒想到直行後導航正常了。這時專家看到遠處的指示牌，瞬間恍然大悟，直接讓大叔升級導航系統，系統更新完再次經過收費站，果然就正常了。專家這時也給出了解釋，原來導航沒升級之前只能識別25個字，然而要去的地方路標指示牌上超過了25個字，導致導航無法識別，崩潰了。好了，我是月貝，關注我，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
他的眼睛會噴水。只見他倒了一杯汽水，直接用鼻子喝了起來，喝完捏住鼻子，用手掰開眼皮，只聽吱的一聲，一道細水柱從眼角噴了出來，噴出了2米遠，足足持續了10分鐘。工作人員的褲子都被噴濕了。哎，這還沒完，他又拿出一個氣球塞進耳朵，捏住鼻子後，氣球竟然一點點的變大，這耳朵成了打氣筒，不一會兒就把氣球吹爆了。接下來他又表演了眼睛寫字的絕活，都是在眼睛涉水基礎上延伸出來的。他說做這些就是為了好玩。之前看了一個狗血韓劇啊，非常感人，但很奇怪，看着看着家裡的天花板突然開始漏水，但外面並沒有下雨啊。原來啊，不是天花板漏水，是自己的眼淚噴出來了。這才知道自己還有這種絕技。從此他開始不斷挑戰自己，從剛開始噴得很短，慢慢到現在能噴2米遠。現在呢，他還要做個更大的挑戰，用眼睛噴水滅蠟燭，結果噴出來的水流太小，沒有成功。拿着鏡子左看右看，不應該啊，還打了個噴嚏疏通下鼻腔，又試了幾次還是不行。嗨，原來是感冒了。小哥說等自己好了會繼續挑戰，聽說有人能噴4米，自己準備刷新世界紀錄。下面這個大叔看了後表示，年輕人始終是年輕人啊。大叔的耳朵是個吹風機，把軟管一頭插入耳朵，另一頭對準蠟燭，一口氣就吹滅了20根。接着又把氣球連接軟管插入耳朵，一個深呼吸，接着捏住鼻子，氣球肉眼可見的變大，不到5秒鐘，氣球就吹爆了。工作人员試了試，哎，也不錯，掏出了一坨耳屎，拿紙巾靠近大叔的耳朵，紙巾被吹得來回擺動。大叔還經常被邀請做表演，還上過電視。平時生活中呢，也可以用到這項才藝。過生日吹蠟燭，那必須用耳朵。兒子也熟悉大叔的套路，輕車熟路的接過軟管，對準蠟燭。對大叔來說，蛋糕上加點耳屎才美味。那他是什麼時候發現這項才藝的？大叔說小時候會拿樹葉子吹，吹着吹着吧，一坨耳屎飛了出來，正好落到朋友嘴裡，朋友都懵了，這才知道原來自己耳朵還會出氣，從此都沒再掏過耳屎了。妻子很擔心他的身體，節目組帶他來醫院檢查，醫生說大叔的耳膜和別人的不一樣，當他捏住鼻子吹氣時，耳膜就會打開，風就從耳朵漏了出來，但這樣對耳膜是有傷害的。大叔表示以後會盡量少做，然而轉身就給小朋友表演起了吹氣球，看着小朋友開心的大笑，大叔很滿足，同時也告訴小朋友不要模仿，還說了很多对身體的危害，小朋友都聽懵了，我也沒想嘗試啊。然而下面這個更奇葩，每到深夜，健身器材上就會吊着一個怪東西，來回搖晃，你說看着像人吧，但又看不出腿在哪。大家決定白天再來，白天就看到一位大媽倒掛在上面，一動不動，看不出是人是鬼。工作人員壯着膽子上前查看，大媽一句安寧哈塞喲，嚇得工作人員連連後退。大媽說自己在鍛鍊而已，問她多大年紀了，大媽說也沒有很大，今年72，她每天都要倒立5個小時。旁邊的老太太都看傻了。工作人員問旁邊的大媽有沒有嘗試過這種鍛鍊方式，大媽露出了關懷智障的眼神。大媽說這種倒掛方式能鍛鍊全身，說着就展示了一遍，動作行雲流水。節目組找來了4個小伙子和大媽 PK， 小伙子們信誓旦旦，根本不把大媽放在眼裡。比賽才過了1分鐘，一個小伙子雙腿不停顫抖，敗下陣了，另一個還可以，足足堅持了5分鐘，只有大媽還在一動不動的掛着，顯得很輕鬆。不僅如此，大媽還可以一只手輕鬆掰開蘋果，即使在家裡，大媽也不會停止鍛鍊，就這樣倒立看電視，做菜吃飯也要時刻劈叉來鍛鍊柔韌度，甚至在她70歲的那年還得到了瑜伽教練的證書啊，真的是有夠瘋狂。好了，我是月贝，關注我，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赏。村头的墳墓憑空出現了一個洞，看痕跡應該是剛挖的，晚上還看到個黑影一直在周圍晃，這詭異現象令村民倍感不安。隔天墳頭上又出現了一隻狗，一直在附近徘徊，有人靠近就會大叫，就這樣不分晝夜的趴在墳墓上。這狗並不是村裡的，為啥會一直守着墳墓呢？村民覺得可能是這墓主人投胎成了狗。節目組讓大家不要迷信，想要找到原因，看來得從墳墓下手了。但這都是老墳了，在村裡問了一圈，根本不知道墓主人是誰。但很快一位前來掃墓的大媽告訴了大家一個關鍵信息，說前段時間來掃墓見過這狗，狗狗是有主人的。接着大家還在附近發現了狗鏈子，而且每當車經過這裡，狗狗都會警覺地注視着每一輛車。大家猜測狗狗應該就是被遺棄在了這裡，它一直在等主人來接。大家決定幫它找到主人，各種途徑都試過了，甚至連派出所都去了，也沒有找到。墳墓下的洞也是他挖的，平時就住在裡面，大家都很擔心他的健康情況。獸醫觀察到他鼻子很濕潤，看起來還是很健康的。現在當務之急就是給他提供食物和一個狗窩。他遠遠地待在一邊，謹慎地看着村民做的一切，但很快就接受了村民的愛，看起來也是餓了好久了。大媽表示在沒找到主人之前，自己會好好照顧他的。他把鞋油塗在臉上，連續10年，每天都要塗1盒。10年來沒洗過臉，除了眼睛和嘴巴，臉上都被厚厚的鞋油覆蓋。鞋油乾裂後，令他疼痛難忍。即使這樣，他依舊每天塗抹鞋油，從1天塗抹1次，直到後來的1天塗1盒。邊塗還邊笑。問他為什麼要這樣，他就什麼都不說，緊張的環顧四周，焦急的等待着什麼，又好像在躲避着什麼。隨後跟着一個女人來到衣服回收箱找衣服，說女人是他姐姐，詢問姐姐情況，姐姐卻越來越激動，看着不太聰明的樣子。晚上他們就隨便
找個凳子睡覺。此時溫度零下4度，節目組想要幫助他，卻被拒絕了。節目組帶他們來到派出所，想確定一下他們的身份。根據指紋找到了他的家庭信息，節目組決定帶他們回家。剛上車，一聽說要回家，姐姐立馬暴躁地哭了起來，還讓節目組趕緊放她走。沒辦法，只好原路返回。隨後姐弟倆坐上地鐵，消失在了鏡頭裡。節目組單獨去拜訪了他家裡，父親說他倆智力有缺陷，經常離家出走，曾經多次阻止也無濟於事。為了尋找他們，父親到處張貼尋人啟事，一直沒有回音，還以為姐弟倆已經遭遇不測了。節目組想要幫他們團聚，在車站找了好幾天，終於找到了姐弟倆。至於為啥不願意回家，姐姐還是沒有說。節目組給他們提供了一個住的地方，經過長時間的勸說，他決定洗臉了。血油成塊的掉落，整整洗了3個小時，終於清洗乾淨，這樣看着正常多了。跟心理醫生交流後才知道，之前有人在地鐵看到智力缺陷的他，就無緣无故的開始毆打，往他臉上塗血油，還警告他如果不想挨打就要一直塗血油。慢慢的，為了保護自己，他就開始主動往臉上塗血油。這時姐姐也說出了離家出走的真正原因，原來姐弟倆還有一個哥哥，哥哥脾氣暴躁，經常對他們拳打腳踢，兩人天真的以為只要哥哥看不到他們就不會挨打了，才會不斷的離家出走。經過長時間的心理諮詢，姐弟倆終於放下心理包袱，同意回家，一家人終於團聚了，還表示以後不會再離家出走了。大媽把鱷魚當女兒養，一起吃飯，一起睡覺，甚至還會給鱷魚做美甲，拿出綠色指甲油給鱷魚一只手均勻塗抹，拿毛巾墊上準備烘乾，但鱷魚好像不喜歡這個顏色，順手就把指甲油卸掉了。大媽又拿了3瓶指甲油讓他自己選，拿起粉紅色在他面前晃了晃，鱷魚竟然搖了搖頭表示不喜歡。大媽又拿起了大紅色，鱷魚眨眨眼表示非常喜歡。大媽只好重新給他塗上紅色指甲油，看着性感多了。做完美甲後，他就趴在床上看電視，最喜歡看動物世界，偶爾也看動畫片，蠟筆小新就很符合他的口味。大媽只要一換台，鱷魚就會去搶遙控器。為了讓他看得舒服，大媽還會給他墊上枕頭，蓋上被子。鱷魚大部分時間都是乖寶寶，偶爾也會發脾氣，不停地用爪子撓地板，到處拆家。大媽卻見怪不怪，說鱷魚是個女生，已經到了談婚論嫁的年紀，還沒有找過男朋友，才會急得到處抓地，有時候還會看着窗外發呆。大媽最後也想開了，女大不中留，準備帶她出去相親。路過一家肉店時，鱷魚直勾勾地看着牛肉，把找男朋友的事忘得乾乾淨淨。大媽只好給她買了10斤回家吃。這次呢，連上樓梯都不用抱，自己爬得飛快。她現在只想吃肉，一口下去一臉滿足。吃飽後直接趴在客廳一動不動，大媽只能抱着她去洗澡，先用搓澡巾搓搓背，順便來個全身按摩，洗完再擦點香香。鱷魚閉着眼一臉享受，洗香香的鱷魚直接爬上了床，然後大媽抱着她睡覺了，不知道會不會做噩夢。喜歡鱷魚的不止大媽一個，下面這個大叔也很瘋狂。大叔把鱷魚當兒子養，每天給鱷魚做按摩，偶爾還來個足療，每天還要帶它出門遛彎，回家就給鱷魚洗澡，先把全身塗滿沐浴露，然後用洗澡巾搓背，偶爾還會在洗澡水裡加上蔥薑蒜和料酒去腥。鱷魚的皮膚非常厚，褶皺的地方很難清洗，不一會兒主人就累得滿頭大汗，鱷魚卻一臉享受。洗乾淨後還要給鱷魚做美甲，精心打磨指甲後，然後挨個塗上指甲油，看起來美美的。最後還要給它刷牙，檢查有沒有蛀牙，完事後再來個親親，抱着鱷魚就睡覺了。因為鱷魚比較能吃，主人給它取名餓了麼。主人說餓了麼是自己撿到的，剛開始只是一個蛋，慢慢孵化出來，經過精心照料，就變成了現在這個大體格子。還說餓了麼從來沒咬過人，甚至連發脾氣都很少見，是一個可愛的乖寶寶。平時餓了麼最喜歡就是看球賽，連眼睛都不帶眨一下的。旁邊主人手裡還抱着蜥蜴，主人說他倆都是忠實的球迷，每次比賽都要看，比賽輸了還會傷心的哭。不一會兒球進了，主人很激動，餓了麼其實也很激動，只是他比較高冷，沒有表現出來。主人親了親餓了麼，還和他擊了擊掌。其實呢，最喜歡做美甲的還有屬下面這只狗狗小白，每周都要來做美甲，他有專屬的美甲師，連美甲工具都是專屬的。美甲師把各種顏色放在他面前，問小白這是想做什麼顏色。小白有選擇困難症，看了好久都沒有選出來。最後美甲師又拿出一個芭比粉，小白眼前一亮，尾巴重新摇了起來，叫了2下表示喜歡。接下來開始美甲，第一步修剪指甲，把表面打磨光滑，接着刷上一層薄薄的底漆，最後塗上芭比粉。美甲師就是專業，過程中還不斷和小白溝通，只是小白不太愛說話，連旁邊做美甲的小姐姐都忍不住想笑，從來沒想過和狗一起美甲。美甲師說小白之前一直來他們這裡閒逛，專心的看着人們做美甲，直到有一次小白坐在了顧客的凳子上，問他是要做美甲嗎？小白竟然點點頭，於是美甲師免費給他提供了服務。做完美甲的小白很開心，之後每當自己指甲長了就會來美甲店。小白做過的美甲樣式非常多，有帶花的，帶星星的，還有帶鑽石的。小白做美甲時異常專注，連美食都無法吸引他的注意力。那其他的狗是不是也喜歡做美甲？節目組找來一只做測試，這只狗狗對於美甲非常抗拒，一直試圖把手藏起來，看來只有小白喜歡做美甲。好了，我是月杯，關注我，每天一個迷惑行为大赏。用黄金來補牙是種怎樣的體驗？今天我們就來看看你用黃金補牙的過程。
看到最後，我承認我羨慕了。現在就給你安排，等你躺平後，醫生給你蒙上手術巾，開始操作。先用金剛石鑽頭去除腐質，腐質呢，也就是蛀牙上的黑色物質。為了將腐質去除乾淨，需要在幾處做好標記，沿着標記保持垂直，一點點的去除腐質。過程中可能會有一點酸脹感，不過呢是可以忍受的。去除蛀牙的洞稱為窩洞，現在要把窩洞內部打磨圓滑，方便後續安裝填充材料。接着吹乾窩洞內的水分，你這顆牙壞得很深，內部還有殘留的腐質。醫生換上小鑽頭繼續去除，腐質已經靠近了牙神經，去除過程中要盡量小心。再次吹乾牙齒內部，現在腐質已經清理完畢，接着就進入了修復環節，先塗抹上一層粘合劑，然後用紫外燈照射，讓膠水迅速固化，隨後塞入樹脂材料，再次用紫外線燈照射，等樹脂固化後，還要用鑽頭輕輕打磨窩洞的邊緣部分，使它變得光滑，這樣才能使馬上要安裝的嵌體緊密貼合，不易脫落。醫生這時問你要用哪種嵌體材料，因為你比較豪氣嘛，直接選擇了黃金材質。接下來就要印模了，為牙齒量身定做黃金嵌體。先在窩洞裡填充印模材料，對材料吹氣，以便填充均勻。用力按压後，等印模材料变硬，可以看到印模很精確。這時呢，就可以根據印模製作黃金嵌體。等嵌體製作完成後，醫生會再次塗上粘合劑，接着呢，給你安裝金燦燦的黃金嵌體。把多餘的粘合劑擦乾淨，等它固化後，黃金嵌體就牢牢站在了你的牙齒上。這樣呢，你又可以啃骨頭了。好了，做完了，醒醒吧。大媽肚子裡竟然長了一朵花，花瓣清晰可見，甚至還有花粉。每次上廁所都伴有陣陣花香，連工作50年的醫生都沒想到，這竟然是由於一件小事造成的。大媽說，最近肚子經常伴有一股鑽心的疼痛，感覺有什麼東西正在肚子裡生長。來醫院通過胃鏡一看，果然發現了異常。剛開始呢，以為是未消化的生菜葉，但隨着檢查的深入，發現問題並不簡單。一朵完整的花呈現在眼前，花瓣花蕊清晰可見。檢查的過程中還脫落了一片花瓣，可以肯定這就是一朵真正的花，看着就像在胃壁上長出來的，而且胃壁上還發現了幾個奇怪的白點，還真有點像花朵的根莖，但胃裡怎麼可能開花呢？正常來說，即使花朵偶然進入體內，很快就會被胃液消化掉。醫生百思不得其解，接着詢問了大媽最近的飲食習慣。大媽說，為了過年回家相親，最近呢在努力減肥，只喝了大量的水，沒事的時候就去修剪鮮花。然後我們就在花籃裡找到了同款花朵，大小一模一樣。我們懷疑她不小心吃下了花蕾，在胃裡正好開了花，但想想呢也不太可能。大媽還說自己修剪花朵的時候不斷打噴嚏。這時呢，醫生想到了另一種可能。醫生說，如果噴嚏碰巧打落了花朵，花朵就有可能掉進水杯裡，不小心就被喝了下去。正是因為喝了大量的水，胃液被稀釋，不足以腐蝕花朵，花朵就得以完整保存。為了驗證這一猜測，醫生還做了測試，讓實驗對象喝了大量的水，隨後吞下幾朵花，接着來做胃鏡檢查。胃鏡裡果然看到了一片花瓣，繼續深入檢查，但始終沒有看到其他的花瓣。像大媽一樣保存完整的屬實罕見，醫生表示一定是多種因素綜合在一起，才導致了這種巧合。大媽38年沒摘過口罩，即使睡覺也不摘，從沒有人完整的看過她的臉。有人說口罩下面的臉非常恐怖，看了就會做噩夢，只有在她洗臉的時候會摘掉，但從不照鏡子，洗完臉就要趕緊戴上。節目組想讓大媽摘掉口罩，也被拒絕了。不僅如此，她還一直用手扶着臉，好像很痛苦的樣子，說必須要手動把眼皮翻開才能看清東西。大媽從衣櫃拿出自己年輕時的照片，看着很正常啊，為什麼會變成現在這樣？真的是奇怪。即使和家人一起吃飯，也不會摘口罩，自己獨自一人在卧室吃，家人都20年沒見過他的臉了，就連女兒拍結婚照他都沒有參加，因為拍照要求摘口罩。經過長時間的溝通，大媽說出了自己的故事。原來她18歲結婚後生下了4個孩子，在生第5個孩子的時候，很不幸出生就夭折了，這對她打擊很大。慢慢的嘴巴變得不聽使喚，舌頭也變得僵硬起來。大媽鼓足勇氣摘下口罩，可以看到她的牙齒都掉光了，牙齦都是外翻的。醫生說她這種情況就是心理原因導致的，很可能是孩子的夭折讓她悲傷過度，以至於嚴重影響到了身體
體健康。醫生給大媽制定了詳細的康復規劃，希望大媽趕快走出來吧。和大媽一樣，下面這個大叔也喜歡戴着面具。一個戴着詭異面具的人，在無人的蘆葦叢中彈琴，穿着白衣服，看着十分詭異。即使在深夜也會傳來琴聲，看到有人靠近，立馬扛着琴跑了。聯想到最近發生的一起兇殺案，工作人員覺得這人可能不簡單。第二天又見到了他，正戴着面具做表演。有人說他在街上彈琴已經有2年了，從來沒有人見過他的真面目，都很好奇面具下的臉長什麼樣。表演結束後，他終於摘下了面具，滿頭大汗。那他為啥要一直戴着面具？原來啊，他的夢想是當一名鋼琴家，但只要上台表演就会非常恐懼，手腳不停出汗，以至於失誤不斷。慢慢的，只要有人在，自己就無法彈琴，他不得不放棄了夢想，當起了快遞員。偶然的一次，當他戴上面具彈琴時，各種恐懼緊張一下子都不見了。他開始嘗試在街上戴面具表演，沒想到大家都很喜歡看。他說剛開始很在乎別人的眼光，那現在戴上面具後，他不用在乎別人的感受了，感覺非常自在。節目組建議他摘掉面具表演，他內心還是非常猶豫。第二天下班後，他照常戴着面具表演。表演結束，他突然舉起了牌子，上面寫了自己一直戴面具的原因。這一刻，他決定摘掉面具，眾人紛紛鼓掌支持。他不再緊張，不再恐懼，非常輕鬆地彈奏了一曲。所以說，直面內心的恐懼才是治療心理問題的關鍵。大叔是非常值得我們學習的。花80萬買的新房子，竟然長出了黑色蘑菇，一天就能長高半米，一到晚上呢，還會化成一灘黑水，看着非常瘆人。最詭異的是，拔掉後第二天就會重新冒出来，還越長越多，主人直接被嚇哭了。物業把地板拆開後，才發現情況遠比想象的還要可怕。然而專家說的話卻更加讓人意外。反正就是上個月開始吧，具體是哪天我真的忘記了。蘑菇我們自己弄掉過三次了，然後這是最嚴重的一次。這是早上，這是晚上，然後昨天突然間，你看就一天的变化变成這樣子。到晚上的時候，我就特別着急，很多嘛，你剛剛也看到了，很嚴重的。然後我就帶着小孩，我就在家裡，我也不知道怎麼辦，我就哭啊。長蘑菇的地方在衛生間的牆角，大概呢1個月前，牆角第一次長出蘑菇，當時他也沒太在意，直接拔掉了。但是沒過幾天，這種長相古怪的蘑菇又再次冒了出来，而且呢，蘑菇開始長得越來越多，直到最近的一次，一下子竟然長出了7、8朵，甚至呢，其他地方也開始長蘑菇。衛生間的吊頂上尤其嚴重，蘑菇白天是白色的，一旦到了晚上就變黑，還流出黑色液體，看着實在詭異。他找來物業處理，物業把地板撬開後發現，地板下不僅異常的潮濕，而且黑黢黢的一片。研究了半天也沒有找到具體原因，但可以確定的是，衛生間的防水沒做好，有明顯的滲水現象。接連4次長出蘑菇，還一次比一次多，自己住的實在不舒坦。王女士找到開發商要求退房，開發商呢卻一口咬定是王女士自己的問題，死活呢就是不給退。實在沒辦法了，他找來節目組，現在最重要的是先確定這蘑菇有沒有毒。於是呢，記者又找到了菌類專家。現在從圖片上看呢，那麼基本上可以確定它是這個墨子鬼煞在腐木上生長。它生長速度非常快。那麼一般情況一夜之間就可以變成像木汁一樣流下來，變成一根枝葉的。專家還說，雖然名字聽起來有些驚悚，但這種蘑菇竟然是可以吃的。不過呢，要在幼嫩的時候才可以，但最好不要喝酒，否則會出現中毒現象。不過專家強調，只要是野生類的蘑菇，他都不建議食用。至於他家為何接連長蘑菇，專家猜測木板上應該有很多孢子，孢子呢就相當於蘑菇的種子，再加上地板潮濕，剛好呢溫度和濕度都比較適合，於是就重新萌發生長了。要徹底解決王女士的心理負擔，就要徹底解決牆角長蘑菇的事。專家建議，第一呢，要對地板進行更換和清理；第二呢，要保持屋內乾燥和通風。在記者的幫助下，他再次聯繫上了開發商，對方表示會徹底進行清理。目前呢，已經對衛生間的牆角進行了整改，原有的地板已經拆掉了，地基呢也進行了清理，之後還會重新做衛生間的防水，裝上新地板，相信問題可以得到解決。你為了能啃骨頭，即將要花2萬塊錢在嘴裡種一顆牙，整個種牙過程需要持續半年左右，但不得不說，最後的成品驚豔了我。現在讓我們來看看你的種牙血淚史。這個呢就是你的牙槽骨，而這些大大小小的鑽頭都是用來在牙槽骨上打孔的。剛開始鑽孔呢要選擇8毫米的小鑽頭，如果直接使用粗鑽頭，周邊的骨細胞就會受到損傷。為了穿透堅硬的牙槽骨，醫生調高了鑽頭速度，一切準備就緒，鑽孔就開始了。可以看到孔洞打得很精確，現在呢要逐漸換成更粗的鑽頭，擴大孔洞。用粗鑽頭時轉速一定要慢，否則呢會導致摩擦生熱，燒毀骨細胞。鑽孔過程中，鑽頭還會一直噴出生理鹽水，就是為了降溫。
現在使用螺絲紋鑽頭，將孔的上端繼續拓寬，這是為了讓孔洞和種植體完美契合。孔打好後，醫生取來像螺絲一樣的種植體，開始種植的時候要盡量調低轉速，慢慢推進去，才不會使接觸面骨細胞損壞。種植效果非常不錯。接着呢，還需要使用扭力扳手把種植体拧緊。現在呢，要將愈合基台連接到種植体上。等縫合好牙齦，大概呢就是這個樣子。這是牙槽骨中的種植體，會和周圍的骨細胞慢慢融合。這個過程呢叫做骨結合，最短需要2到3個月，最長呢則需要6個月左右。經過了幾個月，牙槽骨和種植體已經充分結合，現在就可以把臨時愈合基台取下，然後安裝上永久愈合基台。現在需要安裝人工牙冠，人工牙冠中间的洞是为了以後修理種植牙的時候方便擰開裡面的螺絲，但現在呢要先用樹脂填充，接着用紫外線燈照射固化。到這裡呢，你的牙就種好了，看起來和真牙一模一樣。好了，現在你就可以去啃骨頭了，記得好好刷牙。這個小區地面溫度高達83度，新鮮樹葉只過了2分鐘就被烘乾了，輕輕一捏就成了粉末。螞蟻爬過直接烤焦，連雞蛋都能煎熟。奇怪的是，周圍都不熱，偏偏就這1平米的水泥地發熱。其實等到太陽下山，這一塊地方依然是熱浪逼人。小區居民議論紛紛，有人說是漏電導致的，還有人說是天然氣洩漏引起的。隨後大家找來電工師傅檢查了半天，結果呢並沒有漏電。很快天然氣公司的人也來了，他們拿出探頭在地上掃了半天，也沒有檢測到洩漏的天然氣。小區居民看着這一塊發燙的地面，心裡頭更加不踏實。大家決定挖開地面，看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找來了幾個工人又開挖，可是沒想到越往下挖溫度越高，還伴隨着陣陣白煙。再一看溫度計，都已經到100度往上了。看到這反常的一幕，有人大喊火山要爆發了。一聽這話，幾個工人嚇壞了，說啥呢也不肯往下繼續挖，還把已經挖開的坑趕緊填上了。但火山爆發和這相差實在太遠，屬實不太靠譜。又有人說會不會要地震了？一聽這說法，整個小區是人心惶惶，有人還鬧着要搬家。物業趕緊請了幾位專家來調查真相。一番調研之後，專家懷疑是放射性元素裂變造成的。這句話讓所有人大驚失色，專家趕緊拿出儀器一通檢測，還好沒有檢測到任何放射性元素。為了找出真相，專家說還得繼續往下挖。但隨着坑越刨越深，又一個令人驚訝的情況出現了。挖到大概1米深的時候，突然出現了一灘積水，緊接着本來一直冒熱氣的坑慢慢就涼了下來，白煙呢一下子也不見了，連各位專家也是一臉懵。專家們商議片刻，說還得繼續挖。為了加快進度，大家又請來了專業的鑽探隊，工人們搭起鑽探架，把一根長長的磚頭打進了地裡，這個一下去就挖上來很多黃土。鑽探結果表明，小區地下的土層非常鬆軟。這時專家一拍腦袋，說應該是地熱導致的這種現象。專家認為在小區地下幾千米處有着一些很細小的地下裂縫，地球內部的熱量通過縫隙順着鬆軟的土層跑到了地面，就造成了地面發熱的現象。至於挖掘過程中發熱現象突然消失，是因為泥水混在一起形成了泥漿，這些泥漿在不知不覺中就把這些縫隙給堵住了，地熱也就被隔開了，所以地面自然又恢復到了正常溫度。村裡這面牆經常流雪，有時晚上還能聽到砸牆的聲音。節目組蹲守了好幾天，砸牆的聲音再次傳來，循着聲音就看到了一位大爺正對着牆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工作人員壯着膽子上前詢問，他卻什麼都不說，直接用拳頭砸牆，牆上都出現了血跡。難道村裡牆上的血跡都是他的？只見他手上長了厚厚的老繭，傷痕累累。問他為什麼這樣做，大爺卻直接走了。白天節目組又遇到了他，他正對着電線桿揮動着拳頭，電線桿被打得梆梆叫。這次大爺主動開口，說自己在鍛鍊身體而已，每天都要對着牆壁打1萬多次。打完電線桿呢，他又撿起了一塊鵝卵石，做了一套奇怪的動作，接着咔嚓一聲，石頭就成了2半，身後的一堆碎石也都是他砸碎的。工作人員嘗試了一下，差點敲骨折。大爺說自己練拳是非常有用的，家裡面掛日曆需要砸釘子，沒有錘子怎麼辦？沒關係，只見他梆梆幾下就把釘子砸進去了。想吃蒜泥也不用石臼，直接就是一頓梆梆梆，蒜泥就做好了。家人呢都很反對這種自殘式的鍛鍊方式，但他卻並不在意，還說因為練拳自己變得更健康，這樣自己就有能力接送孫子上下學了。和他一樣，下面這個男人也喜歡鍛鍊拳頭，他每天都用手走路，一天要走5000步，還都是走鵝卵石路面。路人看着一臉迷惑，這人的腿是有殘疾嗎？突然他就站了起來，可以看到手上都磨出了厚厚的老繭，還有未愈合的傷口，難道不疼嗎？大叔輕蔑一笑，說我都做了5年了，一天不走渾身難受，不管是鵝卵石路面還是泥巴路面，大叔走的都很輕鬆，即使在公司工作累了就要休息一會兒。然而他的休息方式很特別，倒立睡覺，甚至還打起了呼嚕，無論春夏秋冬都無法阻擋他用手走路，倒立上班，倒立洗澡。他為啥痴迷於這
樣的鍛鍊方式。原來啊，大叔之前得了嚴重的頸椎病，醫生說必須要手術。然而那段時間自己生意失敗，窮困潦倒，根本沒錢看病，每天情緒低落，甚至得了抑鬱症。絕望中，於是想通過運動來改善身體狀況，讓自己振作起來。慢慢的就喜歡上了倒立，但這對頸椎真的有幫助嗎？一番檢查過後，醫生說頸椎看起來沒太大問題，倒立運動對他恢復還是很有利的。隨後又給雙手做了 CT， 因為有老繭作為護墊，長期倒立對手上關節並沒有什麼損傷。如果喜歡這樣運動的話，就可以堅持下去。不過要論手掌速度，還得看下面這位大媽。大媽一巴掌就能抓到25隻蒼蠅，一天徒手能抓1萬隻。據說沒有一隻蒼蠅能活着逃出她的手掌心。家裡的蒼蠅見到她都嚇尿了。只見她慢慢靠近，手掌微屈，突然發力，蒼蠅就到手了。只要她出手，絕對不会落空，百發百中。正巧工作人員臉上飛來一隻蒼蠅，等到與蒼蠅距離10厘米左右的時候，大媽迅速出擊，活捉了蒼蠅。工作人員看了也想試試，不過動作屬實有點滑稽。大媽說徒手抓蒼蠅其實很簡單，首先要預判蒼蠅的走位。蒼蠅剛起飛的時候不太容易拐彎，手掌四指併攏，迎着它的頭部慢慢靠過去，離蒼蠅大概10公分時保持靜止，等到它搓手的時候迅速掃過去，就可以把它活捉了。抓到蒼蠅後用力摇晃，等到它迷迷糊糊了，猛地摔向地面，蒼蠅就掛掉了。不一會兒地上就收集了一堆。大媽處理蒼蠅的方式也很簡單粗暴，直接丟進火裡燒掉。家裡時常會飄來一股雞肉味。在大媽的努力下，家裡蒼蠅日漸稀少，有時候實在手癢了，大媽還會免費給鄰居抓蒼蠅，即使滅蠅器也沒有大媽徒手抓的多。不得不說，大媽的技能真的很實用啊。好了，我是月貝，關注我，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嫂。